係各位網友，嗱，我而家咧電腦同我每日揀呢啲重要新聞啊，揀出嚟嘅 list 咧，永遠有一兩條咧係講大陸拉人啊、反腐敗嗰啲咁嘢。咁我今次咧係從一單新聞講起，就係嗰個證監會前副主席方星海被捕。咁就同埋咧就係講有單新聞講今年上半年啊，係處分咗74個人，立案50個部級嘅人。咁部級嘅人係咩意思呢？咁樣嗱，我由呢兩個角度咧就引入，我哋檢討下過去嗰10幾年，由2012年開始，其實唔係，我由2002年開始，胡錦濤開始到而家，嗰個中國反貪腐嘅實在情況係點嘅？呢個係嚇。好啦，最後3日嚇，呢個所有級別嘅年費8折，呢個50蚊會籍480蚊，10蚊會籍96蚊，呢個就係嚇開放咗50蚊美元嘅新會員名額200個，就係有乜嘢呢？50蚊就有10蚊嗰啲全部內容啦，緊急消息好多緊急消息嘅而家。我嘅投資實況有2個倉俾你睇，投資13講係我仲漏咗講，呢兩日會補翻，就係講 option 嘅。呢個 Patreon 獨家直播每個星期3，呢一個係咁就係10蚊有乜嘢呢？每日影片聲音版啦，迷米投資分析報告啦，盤前消息啦，迷米財經觀察清單相關嘅消息啦，仲有九陰真經我開始繼續講翻九陰真經同埋電子書。中國前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嗱呢個呢係副主席之前嘅主席易富滿呢就已經係接受緊調查，呢個就係中紀委通報中國證監會原黨委委員副主席。調查前1個月呢，依然頻繁出席國際金融論壇，大家估唔到佢出事，仲公開討論金融市場國際投資，然後就接受調查啦，迅雷不及掩耳。好啦，呢啲叫做省部級，省部級即係乜嘢呢？去到副省長級、副部長級就叫省部級。半年呢，有74個人接受處分。新立案嘅50個，立案呢就開始調查你，證據確鑿呢就接受處分，咁今年上半年接受處分嘅74個人，因為舊年立案立得好多，我哋要睇下個比例，上半年嘅紀委數據整體略降，即係呢。好多嘅整體嘅官員入邊呢，係稍為降少少，但係高級官員呢係拉得多咗。舊年同期521000件，今年上半年53萬件，升咗3.3%。省部級以上立案由43人變咗50人，升咗16.3%。呢個係講立案。呢個廳局級嘅立案呢，2335人變咗2773人，升咗18.8%。全年上半年處分412000人，省部級以上74人，廳級2274人，廳院級、院處級1.8萬人，鄉科級5.3萬人，一般官員5.6萬人，農村企業相關人員28萬人，最多係喺呢度呢個係總處分嘅人數跌咗少少，呢個就係，但係呢兩個數係顯著增加嘅。咁我問你喎，74人多唔多呢？呢個就係我問嘅啫，我真係睇唔見其他人報道新聞又問嘅，真係。咁你要睇下母數幾多，然後先知呢條數多唔多㗎。同比舊年只係處分咗30個人啫，今年處分咗74個人，以處分嚟講，同比超過1倍。但你要放翻去歷史同母體比較喎，
全國有幾多省部級呢？地方即係省級嘅有350人至450人，呢個就係準確㗎啦。點解呢？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啊，每個省市自治區有10個人，呢個包括省長、省委書記、副省委書記、副省長呢啲，大概350至450人。中央部長有幾十個部長、副部長，同埋嗰啲譬如港澳辦啊，呢啲都係部級。人大政協150至250個人。另外中央管嘅金融同埋央企120至180人，估計1000至1400人，冇完整數字，可能係1200人到啦，1200人到，1200人到處理咗74個人嚇，呢個就係咁大約係幾多個 percent 呢？呢個係7% 到，每年有7% 人落馬，都幾嚴重㗎啦，咁高級嘅職員。好啦，其實拉人都係咁嘅。胡錦濤嗰陣時咧拉好少嘅，到咗習近平第一輪係加埋王岐山咧，嗰陣時咧係掃到咧係鬼神經，呢個就係大量急升。王岐山落咗台咧，呢一個整頓咧告一段落啦，於是咧就緩緩下降，去到習近平2023年咧再升，呢2年咧升得好急。其實就咁解，一個咁樣嘅走勢，呢個就係各界中央委員會受整肅嘅問題。嗱，呢啲呢，雖然大家同樣係呢個省部級，但係個重要性唔同嘅。真正握有權力嘅就係中委同埋呢個候補中委。16、17屆冇數，18屆205人，171人。至少17個人受到重大處理，係5%。19屆係少咗，第20屆明顯上升，係大過呢條數，估計係有10幾個%中委落馬。今屆最特別嘅咧係3個政治局委員落馬，包括咗馬興瑞呢個張又俠同軍委2個人。喺呢個第一屆嗰陣時咧，主要係清啲地方官，都係牽涉到土地同埋工程，係省委副省長、市委書記地方國企拉嘅，主要係呢啲人。近年開始唔係多咗啲咩人呢？地方都依然有拉，但係多咗金融、軍隊。呢個政法委拉得好犀利，公安政法委。軍工、中央部委咧，始終係唔多㗎嚇。呢幾個咧係以前唔拉嘅，而家咧金融尤其是咧呢幾年拉得好犀利。方星海咪金融咯，一路都拉好多人大政協。其實咧人大政協咧就係退休官人大政協。問題咧係發生喺佢未做人大政協之前，落咗馬咧，好容易咧就俾人哋追究你嘅責任，因為你失咗權啊嘛。後一任咧就可能去懟你嘅，所以咧好多人大政協咧就落台嘅。金融體系呢幾年咧密集落馬，犀利咯。以前咧就係好多個局管嘅，而家咧就咁嘅。人民銀行其實主要就係人民銀行將呢一個保險所有嘢都係列咗入金融監管總局，除咗股票，證監會係獨立嘅。仲有6大銀行，呢個係6大全國銀行，即係工行建行呢啲啦。呢個就係農業儲蓄銀行。政策性銀行就係開發銀行同埋農業銀行同埋證交所。呢啲系統咧幾乎係拉咗一半人。呢啲點解拉得咁緊要咧？呢啲控制咗中國嘅錢，控制整個資金流貸款、上市、發債、牌照、國企融資。首先你要明白呢一套嘢。呢一套嘢咧，以前咧就係官員做嘅，去到朱鎔基做咗呢個係自己兼人民銀行，
佢就訓練咗一套技術官僚出嚟。呢套技術官僚呢，就學咗西方嘅金融體系，開始呢就係掌握咗呢套金融體系，係包括咗乜嘢？人民銀行、證監、銀行、財政、國際金融。呢班人咧係調嚟調去嘅，你睇見佢好容易升到做6大銀行，然後又升去證監，證監又調去呢啲，互相調嚟調去，都係同一套體系嘅人。呢一套咧係金融技術官僚，我哋叫做金融技術官僚。呢啲金融技術官僚咧，從來都冇喐過。點解呢？第一，佢哋係一種專門技術嚟嘅。叫你普通人去管呢個你都唔識啦，嗰啲利率究竟係點啊？嗰啲呢一個係嗰啲儲備金啊，呢個逆向回購啊，佢係有一堆專業嘅名詞，係呢班人識嘅啫。呢班人呢，就師傅教徒弟，師傅教徒弟咁一路教落嚟。嗱，你舉人民銀行嚟講呢，就係幾個人。由周小川呢幾個做落嚟呢，都係做咗好耐嘅。人民銀行個行長周小川呢，就係淨係得個周小川咧做咗15年呢個，然後易綱又做咗5年，即係咁樣樣嘅。咁佢哋呢，就係呢班人固然有啲人會出事啦，但係大致上佢哋係互相結為一個體系。呢班人呢，唔係嗰啲紀委啊嗰啲人呢，咁容易睇得清楚佢條數嘅，係得佢哋識嘅啫。除非佢哋非常之貪腐，係一種專門嘅技術，因此佢哋有一個資訊嘅差距，所以唔係容易拉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喺2022年之前經濟增長快呢，你就唔想喐呢度體系嘅，你覺得咧佢係 function 得咧唔錯嘅，呢個係第三，呢度體系仲有一個保護佢嘅地方係乜嘢咧？佢要同外國接軌喎，佢講嘅嘢係要同呢個國際銀行啊，呢個國際貨幣基金會啊呢啲人傾偈喎，佢哋有一套共同嘅語言喎，呢個係。佢哋係保證對外開放嘅一個途徑。呢啲人呢，你係唔可以隨便喐佢，佢係有好多國際關係嘅。呢班人呢，長期內部提拔，所以唔喐佢。仲有你見到呢，其實呢係喺鄧小平89之後呢，就提拔紅二代啊嘛。提拔紅二代呢，都紅二代呢，就好多呢，就做咗地方官，有啲做咗地方官，做到省級，有啲做到部長級，有啲喺軍隊入邊即係譬如劉源咁啦。呢啲人呢，就陸續退晒休嘅，後來就冚唪集中晒喺金融體系同國企。點解呢？因為軍隊政府部門慢慢就唔俾佢哋揸權。呢個尤其是去到胡錦濤同埋呢一個習近平時代。但係咧，佢哋咧亦有佢哋嘅影響力啊嘛。咁咧就俾啲面佢哋，佢哋咧就集中向金融體系同國企集中嘅。我舉兩個簡單嘅例子啦，就係朱鎔基嘅仔朱雲來，咪做到呢啲銀行嘅行長咯。呢個就係呢個陳元就係國際開發銀行咯，人民銀行副行長，好多喺呢啲位置上，好多喺呢啲位置上，因此。呢一個習近平咧唔係好想喐啲紅二代嘅，所以咧亦都係比較冇喐金融體系嘅。好啦，近期咧就開始唔係啦，近期咧就痛喐呢啲人，因為咧第一，佢其實係由上一個任期開始喐少少，呢個任期咧就大幅度喐，因為呢一個係呢個普天之下莫非黃土。你整個獨立王國出嚟，習近平呢就已經有足夠嘅信心，同埋再唔使俾面啲紅二代徹底將呢個金融嘅權力咧收翻晒俾中央。呢個就係因為亦都係因為呢啲金融問題呢，嗰啲地方債、房地產搞到好大嘅問題出嚟，尤其是2015
嗰個所謂嘅呢個股市崩潰政變、股市政變嗰單嘢之後呢，2015年呢，習近平開始唔信呢啲人，要親自管理，逐步收翻。透過中國金融委員會、中央金融委員會，將金融重新納入中央直接領導。一納入中央直接領導呢，就係去對付呢班自成體系嘅人。尤其是呢一個係你見到係個證監啊，幾乎係以前啲人呢全部係喐晒，因為證監最容易揾錢㗎，批准人哋攞股票啊，發行債券，呢個就係六大商業銀行幾乎嗰啲董事長全部坐晒監咁滯嘅，呢個就係。好啦，軍隊同軍工咧，亦都係同樣嘅問題。呢個係呢個軍隊同軍工咧，亦都係習近平加強佢自己嘅控制。以前咧就係多數係掃其他嘅派系，而家就唔係。而家咧掃自己提拔出嚟嘅人係唔係執行到嘅任務咧？個紀律夠唔夠嚴明咧？佢就再去做進一步嘅巡視。佢其實咧，因為個國家個管治出咗問題，尤其是呢幾年經濟出咗問題，佢更加要掌握晒全部嘅資源。呢個係習近平管治嘅思維，係要將國家嘅所有嘅資源握喺手上，好似魚身之使臂，魚臂之使指，先至可以發揮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優點，即係舉國體制嘅優點。你控制唔到，你點發揮呢個優點呢？如果唔係咧，佢就會鬥唔過美國啦。呢個就係，所以唔係淨係睇呢個數人數，拉幾多人，拉咩人，拉咩系統，邊個接任，先至睇到權力嘅流向嘅。呢個係以前我都話俾你聽，地方一路喺度掃，呢個就係。而家係唔論乜嘢派系，係掃咗。首先刀把子，幾乎所有重要城市嘅呢個第一把手嘅公安局長都拉過，然後就係政法委。自從周永康之後呢，一路連續掃咗7-8年，掃呢個政法委，掃到咧呢個呢一屆嘅副公安局長呢，係拉咗4個人，咁咧就嗰啲上海呢啲重要嘅公安局長咧，全部係拉過晒。呢個就係刀把子，錢袋子就係金融體系，要嗰啲錢握喺自己嘅手上，可以運用得好。然後就係呢一個係當然就係槍桿子啦，呢個就係槍桿子一路靠自己啲兄弟去幫佢維持，而家兄弟都唔信，張又俠嗰啲係兄弟，就變咗係要奴才去指揮，呢個就係呢啲系統全部收咗翻嚟。個問題係呢啲系統全部收咗翻嚟，你管唔管得到呢？呢個即係呢個大家都知道啦，養心殿嗰兩句説話呢個雍正呢個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唔係用天下最好嘅嘢嚟到養一個人，而係由一個人管理全天下。哇！呢樣嘢呢係造成必定呢係非常大鑊，就因為嗰個資訊要層層分路上去，於是個資訊喺分路上去上邊，俾佢做出決定嗰陣時呢，係做出咗好多嘅偏差，個資訊造成嘅偏差。所以上邊嘅決定呢，通常都係做得唔好嘅，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而習近平見到個經濟表現唔好，於是就更加猛整，要求呢就更多嘅控制。以前佢覺得做得唔好，因為有啲嘢我控制唔到，而家呢我要控制埋。佢覺得 under 佢嘅控制呢，個國家嘅管治用舉國體制嚟講呢就會好好，唔知道呢。咁樣喺管理上呢係有極大嘅問題嘅，呢個係好啦。嗱，門市試食日我成日都話俏貓貓出嘅月餅係香港製造好食，咁今次揀2日試食日俾大家試下。呢個星期6日8月1號、2號
喺俏貓貓嘅4間門市可以免費試食嘉倫月餅。除咗試食呢，梗要高興下啦，整一個 package 俾大家，220蚊，220蚊，買4盒，買4支韓國 Uni-B 蜂膠牙膏，送乜嘢俾你呢？犀利啦，送1336蚊。嗱，送完即止啊！包括抗衰老嘅 NMN Collagen， 真係送大禮。NMN Collagen， 韓國生益生菌，日本三文魚棒，台灣 Try All 分離乳清蛋白，4樣嘢一齊送俾你啊！送一盒 Collagen， 送一盒呢個益生菌，送 MNN 啊呢一隻 Collagen， 呢一個日本三文魚棒同埋呢個 Try All 分離蛋白，送完即止，唔係有好多嘅啫，我係200份送完即止，大家早啲嚟。今日係蕭生77歲大壽，今年生日我唔收禮物，我要送翻份大禮俾大家。第2份大禮就係韓國 Hancock Life 換活修護配方，呢款係王牌產品，平時已經好多人買。點解今次減得咁震撼？因為7月22號就係我77歲生日，低過6折，梗係趁生日優惠做貨啦！第一次震撼減價，錯過咗就冇。除咗2大主打產品，其他貨品一樣瘋狂勁減。哇！2大主打咁抵，其他貨都一樣好吸引，真係數到停唔到手啊！多謝蕭生，唔使客氣，最緊要大家買得開心，我生日自然就過得開心啦。